寝室聚餐拒绝 AA 制的奇葩室友再次出现，当着我们3人的面大吃大喝后，他又尿遁溜走。等听到老板说结账700多元，我懵了。老板指着账单，你后来那个朋友走的时候拿了2条烟，1箱可乐，他抠门抠到死，最后竟然真的死了。我看到账单，心里那个火呀，直接给那奇葩孙明人打电话，你是不是又拿了东西没给钱？他那头键盘声噼里啪啦的响，爽快承认，拿了，就那么几块钱的事儿，结账的时候你们付就行了。好一个几块钱，他拿的是整条烟，心里没数啊。我质问，几块钱？那你倒是掏钱结账啊，这都第几次了？哎呦，他贱兮兮的笑，语气嚣张，我是替你们拿的，好心帮你们搬回来，没找你们要运费就偷了吧？别蹬鼻子上脸，我忙着呢。不等我回话，他先挂了电话。我真是要被气笑了，这厮无耻的境界简直登峰造极。俩室友也知道孙明人的尿性，无奈拉着我先回寝室。进门就见孙明人抽着烟，喝口可乐，竟然还用我的电脑玩游戏，这画面让我火冒三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头也不抬。你们回来了，一起玩会儿不？你们怎么这么晚？为啥这次聚餐又不叫我？老是孤立我，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也就是我心胸宽广，不和你们计较，下次记得带我啊。孙明人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真想上去给他2巴掌。我反问他，谁说自己拉肚子装死不来的？用坏了老妖的电脑不修，又来用我的电脑，拿我们的钱抽烟喝可乐，你脸够大的。他讥笑，你怎么这么小钱？你看康老大和老妖都没说话，就你娘们唧唧的，几块钱的事儿说个没完。你老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，真让我看不起你。靠了，要不是道德束缚了我，我真想立马劈了他。还想占便宜，没门。孙明人这货为人奇葩，爱占便宜又爱嚼舌根。刚入学时，他主动给宿舍人分家乡特产馒头，让我们多吃，以后他老家特产管饱。那时候我们几个还觉得他淳朴老实。本来大学4年都在一个寝室，大家能和谐相处最好不过，谁想没几天时间，他的本性就暴露无遗，总让我们给他带饭，却不给钱。找他要，他总是推脱，不就几顿饭钱，等我下次给你买，不就扯平了？给钱多麻烦，至今也没见过他给我们买过一次饭。看到谁的谁卡就揣自己兜里用，直到用没钱了就扔桌上。问他，他一脸无辜，我以为是我自己的，等我回头给你充钱啊。至今也没见他充钱。在宿舍经常瞎造谣别的同学，他不屑。我那天见细花从豪车下来，肯定被人包养了，真不知检点啊。后来得知那是细花亲爸送人家来的。最让我们3人受不了的是，每次寝室聚餐只要是 AA 制，他总有借口不去。等我们吃到一半，他又屁颠屁颠出现，专挑贵的点菜，又喝酒又拿烟，要不吃饱了中途开溜，要不在结账时说生活费还没到。总之他就是铁公鸡中的陨石鸡，别说拔毛，连个铁锈渣都没有。这人心眼小又记仇，老给辅导员打小报告，平常我们也懒得和他计较，可今天我真是被他气得火大，这口气忍不了，我上去一脚踹翻他的椅子，咣当，他连人带椅狼狈倒地，手里的可乐都洒了他满脸。寝室老大康朝和老妖关浩也被吓了一跳，他俩头一次见我发火，都没敢吱声。孙明人大骂着爬起来，挺着小身板想和我硬碰硬，被我凶狠的眼神吓退。他心虚叨叨，你干啥呀？椅子坏了我可不赔啊。我冷言，东西都拿出来。他灰溜溜的把柜子里的烟和饮料搬出，我招呼康朝和关浩把东西一分，屁都没有留给他。这一脚让他消停了几天。周末我们3个去校外买书，提前点了外卖，半个小时回来，外卖已经放在桌上。我正脱外套，关浩突然大叫，我靠，我的肉呢？他的回锅肉盖饭，肉没了，米饭也被挖走了一大块。康朝，我的牛肉面咋就剩面了？少博，你快看看你的饭。我过去一看，他祖宗的红烧肉盖饭的肉都没了，只剩下米饭和酱汁。关浩捧着饭迟疑道，该不会又是那孙子干的？他看看康朝，又看我，3人沉默。早上孙明人就不见人，我怀疑但不能确定是他。我扒了2口米饭，心里越想越气。这家饭店红烧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我特意为了这口肉特意点的，现在不知道被哪个龟孙子偷走，一块都没了。最好别是孙明人，否则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有人推门而入，康朝一见，两眼瞪直，老孙！我抬头，只见他端着饭盒，嘴里咬着一块色泽红亮的红烧肉。我冷脸问他，你正吃的是我点的外卖？对啊。他满嘴流油，嚼得吧唧吧唧响。这么肥腻，你肯定不爱吃，我就替你吃了。谁叫咱俩关系铁呢？味道一般般，你下次也给我点一份。攥紧拳头，我指着其他人的饭，都是你干的。他笑呵，你们少吃肉，1周吃1次就行了，看你们仨胖的。我这都是为了你们，就我家邻居那张大爷，就是光吃肉，吃的高血压进医院没抢救过来。这种长膘又遭罪的肉我来帮你们吃，罪我来替你们受。有我，你们占大便宜了，爸爸我对你们好吧？够无耻！孙子的脸皮和隔壁棒子国有一拼，替我吃，1周1次，为了我们还占了便宜，他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向来好脾气的康朝都气得摔筷子，想揍他被关浩拦住。哥，你冷静点。我质问孙明人，我不爱吃还点肉干吗？
为了给你偷吃开荤的。孙明仁一愣，无所谓的耸肩，你想吃那就还给你呗。他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嘴里嗦了口，吐在我的饭里，笑嘻嘻地说，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我就夹走了，这可是你自己不吃的。说完他又把红烧肉夹回自己碗里，大口吃得很开心。看着被弄脏的饭，我二话没说，反手把饭扣在他脸上。见状，康朝和关浩异口同声爆出国粹。我靠！孙明仁反应过来，气得跳脚，冲我嚷嚷，刘少博，你他妈疯了！我摊手，我疯了，你不是爱吃吗？让你吃个够！康朝和关浩默默竖起大拇指。孙明仁恼怒地指着我，骂道，别以为老子不敢揍你，要不是看在都是一个宿舍的，我都不稀罕你的饭，就你这样，我都看不起你。呵，可把他能耐的！我一拳狠狠砸在他脸上，瞬间他捂脸惨叫。孙明仁，占便宜没够这辈子，绝后你听过没？你占便宜还占出优越感、道德感了？你是吃了你村里厕所多少的屎才说出这种话？靠！孙明仁手上沾满鼻血，对我咬牙切齿，你 TM 说话这么难听，还动手打我，不就吃了你一口饭？老子活这么久没见过你这种抠门的傻缺，你给我等着！他冲到我书桌前要砸我的电脑。康朝提醒，少博那电脑1万多。我看着孙明仁嘴角抽搐，转身骂骂咧咧往外走。这破烂玩意儿砸他我都嫌掉价，我心胸宽广，懒得跟你计较。他人一走，关浩纳闷，他就这么走了？康朝收拾地上垃圾，不屑道，这孙子典型的欺软怕硬，再说1万多电脑真砸了他又赔不起。我还是得说一句，少博揍得好。好啥呀？关浩担忧看我，他绝对又去告状了。我无所谓，大丈夫敢做敢当。刚下楼丢完垃圾，微信响了，是辅导员。辅导员怎么回事？马上来办公室找我。我去找了辅导员，门一推，孙明仁坐在那儿，正哭丧着脸抹泪。辅导员见到我，沉声斥责，刘少博，你怎么能打人？都是同学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得动手？我直接开门见山，李老师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孙明仁立刻打断我，李老师啊，我就是个农村来的穷学生，我知道大伙儿都是城里人，看不起我，但我也是靠自己实力考上大学。我把寝室的几个兄弟都当亲兄弟，我妈给我蒸的馒头都分给他们吃，我自己舍不得吃。辅导员闻言蹙眉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鄙夷。我恍然想起，辅导员也是农村出身，成绩优异便留校做了老师。那这起步，辅导员开口，刘少博，我们要理解每个人的难处，同学一场，相聚都是缘分，你怎么可以对他的身份有歧视？你这个态度实在是恶劣，我不敢置信，怎么就凭借片面之词就定了我的罪？太扯了吧！我没有歧视过他，是他屡次手脚不干净。您不知道他吃了我们的外卖，还故意恶心我。孙明仁赶紧装可怜，你们都吃了我家的大馒头，我吃点你们的饭不行吗？占我便宜，你们是一声不吭，我就吃了口菜，你至于打我吗？他又跟我在这耍心眼，你大馒头都是多久之前的事，心里没点数？这2年占我们便宜的事是只字不提啊！我见他这样说，那报警吧。李老师做不了决断，就让警察叔叔来做吧。闻言，辅导员黑了脸，就这么点事儿还报警？报警干什么？看我们于大的笑话吗？还嫌丢的人不够大？孙明仁还想再说什么，被他拦住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是同学，彼此握个手就算了，报警亏你想得出来。结果这件事就被辅导员和稀泥的了结。我离开办公室时，孙明仁还赖在那儿和辅导员说着什么。康朝说最近孙明仁在巴结辅导员，跟在辅导员屁股后面当迷弟，那孙子狗腿的模样我都看不下去，以后岂不是要狗仗人势？我也没放在心上。自从孙明仁挨揍后，他就对我客客气气的，对其他人照旧，没事就犯贱欺负关浩，我直接给他拽一边去，他也不敢叫嚣。关浩申请转了专业，要搬到楼上，我想着请他的新室友吃饭，关照点他。康朝也赞同，便张罗着叫齐了人，大家聚了个餐。饭桌上，孙明仁敞开了肚皮，又吃又喝，别人劝他，他就开始发酒疯。今天这不是少博请客，我不多喝点，那多扫少博的面子。你们几个都给掂量掂量自己，以后别他妈欺负小关。小关，我照的，懂？孙明仁借酒发疯，口出狂言。关浩的几个新室友脸色难看，他尴尬的给人解释。我见状，喊孙明仁适可而止。孙明仁正上头，扭头瞪我，啪！拍桌声震惊四座。他扯嗓子后，刘少博，你给老子闭嘴！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还真是给他脸了。在众人面前，我拎起他领子拽到门外，身后康朝和关浩见怪不怪，安抚住其他几人。出了酒店门，冷风一吹，孙明仁打了个寒战，嚣张跋扈的劲头瞬间消失。他求饶，对不起，我喝多了，我吹个牛逼。哥，别打我，我错了，我真是服了，这货还真是能屈能伸。新室友肖浩文入住寝室就给我们准备了礼物，3副蓝牙耳机，价格不菲。康朝第一个冲上去，哥们儿太豪气了。孙明仁接过耳机，拍着肖浩文的肩，好兄弟，以后在这个寝室我罩你。新室友又送了礼物，自然得给人接风。我在群里发起请客吃饭的提议，去一家口碑不错的私房菜。康朝秒回，必须的，这耳机老贵了，不能白收，说啥也得请人吃饭，算我一个。
孙明仁戴着蓝牙耳机，哼着歌打手游，完全是置身事外的模样。我也没搭理他。晚上7点，我们3人出门时，孙明仁照例不在寝室。肖浩文以为他有事不能来，我和康朝没吱声。路上肖浩文说想吃火锅，我俩没啥意见，吃啥都一样，便改道向海底捞进发。正当我们点菜时，康朝手机响起，他脸色一变，我就知道是谁。康朝拒接，可那人锲而不舍地打。康朝在手机屏幕划拉几下，拉黑他。之后寝室群里弹出消息，孙明仁问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在私房菜馆，没看见你们啊。他又故技重施，商量请客的时候不吱声，开始吃了他又要来蹭，我们全当看不见，该吃吃该喝喝。孙明仁不死心，打电话给我，孙明仁，邵博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在饭店转了一圈，你们几号包厢？我们还在路上，堵车了，还没到。你有啥事？他支支吾吾，没啥事，这不是回去发现没带寝室钥匙，想找你们拿钥匙，这借口找得太假。我们几个怕忘带钥匙，通常都会把钥匙放在门框上，这样方便又省事。同寝2年，孙明仁每次都是这么进门，这会儿突然就忘记了。再说退一万步，就算门框上钥匙丢了，舍管阿姨那儿也有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跟我玩什么聊斋？你要不要来吃饭？毕竟咱们收了浩文见面礼，礼尚往来，请人家搓一顿。哎呦，兄弟，他忽然哀嚎，我肚子疼，参加不了，下次啊。对了，你们几点到？还是中华街这家私房菜馆吗？订的几号房？服务员陆续上菜，饥肠辘辘的我没好气对他，你不来又不出钱，问这么多干啥？他还在追问，你怎么就不知好歹呢？我是怕你们喝多了，我好去接你们。我这个人最讲究义气，绝不会亏待自家兄弟，又想占便宜，做梦。我嗤笑，别，你好好歇着养身体吧。说完，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。1个小时后，孙明仁找到了我们的包间，他连招呼都不打，坐下来就扫码点菜。你们这群老六跑这么远，知道花了我多少车费吗？我都懵了，看向康朝，他同款懵逼脸，随后想起什么似的，一拍脑门，指了指手机，我就发了条朋友圈，这货就找来了。康朝发的照片就是拍了个火锅，露出了海底捞标志的一角，市里有9家海底捞，合着他一家家挨着找。为了口吃的，花了个把小时，硬是找到这里。有这个功夫，还不如在学校吃。他边点菜边抱怨，换地方也不跟兄弟说一声，你们不够意思啊。我鄙视看他，我们已经结账了，你自己点的东西自己付钱。孙明仁一听，立马收起手机。啊，已经结账了？那我就凑合吃点算了。他开始扒拉起桌上剩下的菜肴，我和康朝对视一眼，同样的无奈和鄙视。肖浩文见他挑着锅里的剩菜，于心不忍，你想吃什么点吧，就当是我请你的。孙明仁闻言，两眼放光，兄弟，你还是挺上道的，懂事啊。放心，以后在这个寝室，我罩的，懂？我不屑，罩你个狗屁！你搁这儿装什么？我起身拉走了肖浩文，康朝也跟着离开。打了辆车，我们刚坐上，孙明仁扒着车门要上来，我在后排拦住他，干什么？坐车呀！他嘴角还沾着酱料，一起回学校啊？你往里点，给我腾点地方。你自己打车去，挤不下。孙明仁斜睨了眼我，刘少博，你现在挺嚣张啊，说去私房菜馆，把我骗得团团转，现在我坐个车你都不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当着新兄弟的面，我给你留面子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说浩文，以后你可得留心点他，好一个给我留面子，可把他能耐的。之前在寝室装死不吱声，半路跑来蹭吃蹭喝，还想蹭车，套个受害者人设给谁看呢？关于孙明仁的为人，在吃饭时康朝给他讲了个大概。肖浩文估计心里也清楚，他附和道：抱歉，我不喜欢太拥挤，意思很明显，让孙明仁识相点。孙明仁挤出笑容，浩文，是不是他俩跟你说啥了？说啥你都别信，今晚晚上你也应该看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我哪做的不好，他俩对我有意见，连请你吃饭他们都不肯叫我。哎，孙明仁，群里说这事儿的时候，你微信响个不停，故意不回消息是你吧？你们群里说了吗？不会吧，我没注意啊。他马上否认，你们俩也是的，就不能再当面提醒我一下？万一让浩文误会我，闹得多难看。浩文我真没看见，你得信我。正好，我上车给你解释解释。我提醒孙明仁，我喝多了，下手没轻重。孙明仁脸色难堪，想必觉得在新室友面前装逼不成，反被打脸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最后他啪地甩上车门。孙明仁就此记恨我，开始对我报复。先是在篮球赛上，每次我接球时他就会不小心撞上我。孙明仁，这球你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滚蛋。他一脸无辜，我是正常防守，你别打不过就冤枉我，要是怕输你救下去，玩不起就甩锅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怎么，你还想当众打我？他故意挑衅我，想激怒我，抓我的把柄，这么拙劣的手段简直愚蠢的可笑。孙明仁的队友都是他同乡，商量好的只针对我个人，只要我拿球，几个人就包夹我。他趁机耍小动作，完全不顾是否能赢得比赛，小人得志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随后就是在寝室各种找茬，大半夜不睡觉打游戏，又喊又叫，上厕所不冲马桶，
脏衣服、脏袜子到处乱丢，死盯着我们上课出勤，晚1秒进教室，他找辅导员告状，想尽办法扣我们学分。大学学分不够会很麻烦。他得意洋洋，你们别怪我，只能怪刘少博。你们要不和他划清界限，要不就一块倒霉。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以前孙明仁还装样子，现在直接撕破脸。针对我就罢了，连带着把康潮和肖浩文也拖下水，天天使这些下三滥的招式，真是够腻歪人的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叫嚣着我联合别人排挤孤立他，当晚摔门而去。不曾想他竟然当晚憋了个阴招，在大学 QQ 表白墙造谣我性取向异常，和同寝室有3角恋。照片是那天我在整理课题思路，正好肖浩文在我身后看到，指出其中的问题。本来很正常的事情，偏偏拍摄角度很刁钻，眼看去像是肖浩文把我搂在怀里，旁边还有个刚进门打输了球的黑脸康潮。好家伙，这谁看谁不迷糊。孙明仁不去做营销号简直屈才。校园里的议论声就像被点燃的鞭炮，此起彼伏，我们3个走哪儿，不知情的同学都在背后指指点点。康潮气得捋起袖子要找孙明仁算账，不等他动手，辅导员又把我叫了过去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私生活这么混乱，知不知道这会影响到整个校园的风气？辅导员脸色铁青，语气严厉。前有孤立孙明仁，后有这些道德败坏的行为。刘少博，你真是屡教不改。他说的这是什么屁话？我火冒三丈，这明明是孙明仁捏造的谣言。您作为辅导员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辅导员眉头一挑。孙明仁说他无意中拍到了。你要是没做过这种事，怎么会被拍到这种照片？原来孙明仁又打过小报告。人先告状，想摆我一道。辅导员铁了心，只相信孙明仁的一面之词。我算是彻底看清楚了。辅导员继续说 ：“T 告诉你，奖学金你这次别想了，你去哪儿？”刘少博和他纠缠无济于事，我直接去堵了孙明仁。孙明仁歪嘴笑：“刘少博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”小人得志的奸笑，我真想上去给他2巴掌，立马把照片删除。没门！要不你跪下求我呀？你未经我的允许随意发布我的照片，属于侵权行为。我冷静下来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：“随意造谣污蔑是违法行为，损害了我的利益，我可以起诉你。”他哈哈大笑：“告？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到时候就不止在学校，外面也会知道你们恶心的关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3个怎么被人唾骂的。”孙明仁脸上写满了挑衅。我们俩对峙在走廊上，引得周围同学纷纷侧目。刘少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原来不和你计较，你还当着新生的面给我甩脸子，这口气我死都下不下去。你让我难看，你他妈的也没想好过。孙明仁撂下狠话，扬长而去。突然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同学凑过来：“少博，我们都知道孙明仁那货不是好东西，你准备咋办啊？别搭理那些谣言，都是凑热闹的，别往心里去。”真是太过分了，那孙子太缺德了。我摆摆手表示没事。如果孙明仁和辅导员认为通过造谣和偏袒就能轻易将我打败，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错的有多离谱，那就走着瞧。兄弟们，我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孙明仁这些破事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说，还有他平时怎么占便宜的，有没有证据？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几个哥们义愤填膺，纷纷点头。那孙子太恶心了，之前借我充电宝还回来的时候线都断了，对，他还偷用我的洗面奶，用完了就放回去，瓶子都没动过，鬼知道他怎么用的那么干净。他之前还造谣我和隔壁班的女生有一腿，害我被女朋友误会了好久，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孙明仁牵得破事还真不少。我晃晃手机，兄弟们把证据都发我微信上，我整理统计下。没问题，我给我寝室的兄弟说一声，都给你发过去。消息一出，我的手机立刻被各种消息轰炸，聊天记录、照片、视频，各种证据应有尽有。看来孙明仁平时没少作恶，早就已经天怒人怨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把整理好的证据发给了辅导员。辅导员很快约我和孙明仁下午去他办公室。我早早的来到辅导员办公室，孙明仁满脸不屑看我。辅导员坐在办公桌前，脸色阴沉：“刘少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无理取闹。”我冷笑：“李老师，我只是想让您看清楚，谁才是那个真正应该被处罚的人。老师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不会做这种事。”孙明仁狡辩，矛头对准我：“刘少博，就是因为我揭穿了你的丑事，你就这么编排我？我有没有丑事，你心里清楚。而你的证据确凿不然，我叫同学们来和你对质。”孙明仁脸色僵硬，狠狠刺了我一眼。见事态不妙，赶紧求助辅导员，装可怜：“老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一直看不起我，针对我。”辅导员一记眼刀：“孙明仁闭嘴！孙明仁确实有做的不对的，我会处理的。李老师，我今天就想要个说法，同学们都等着我回话，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够了，我做事用得着你在这指手画脚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。”孙明仁得意地笑着，在辅导员背后趾高气扬：“刘少博，你是个学生，怎么能目无尊长？还不赶紧走！李老师，您是在包庇他吗？”我紧盯着他，即使证据确凿，您觉得孙明仁不该受到应有的处罚是吗？屁大点事儿，处罚不处罚的老师心里有数，轮得到你多嘴？孙明仁嘲讽。再说，那些都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借我的，还有那个脚踏2条船的，我是替天行道揭发他，怎么我就成坏人了？真是狗咬吕兵不知好人心。你确定吗？刘少博，你想干什么？辅导员不耐烦瞥我，你还想叫我做事？你们一群人针对孙明仁一个人，你们气量在哪里？他就是一个学生，
你们这么多人口诛笔伐的指责他，你想干嘛？想让他道歉吗？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这是在搞班级分裂，这真是给我气笑了。我分裂谁了？他义正辞严。你不要问我在分裂谁，你别再说他干了什么，你就是在针对他，知不知道这样会对一个淳朴的学生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？你简直是无理取闹。对，孙明仁指着我附和道，心思歹毒，我真服了。辅导员还真是对他毫无下限的维护。李老师，您认为孙明仁没错是吗？他没错。辅导员理直气壮，扬起下巴，宛如一副正义使者的架势。我点头，离开了办公室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屏幕显示正在录音中。我编辑了录音，把关键部分剪辑出来，连同事件的来龙去脉一起发给了校长邮箱，并在 QQ 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公开。很快，我的遭遇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公愤，同学们纷纷声援我，更有许多同学站出来列举了辅导员和孙明仁的种种恶行，群情激愤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校长很快联系了我，语气严肃而郑重，这件事学校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。3天后，学校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，校长亲自主持，他的脸色铁青，眼神凌厉，仿佛能洞察一切。对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学校高度重视，经过调查取证，现已查明辅导员李公平身为教育工作者，毫无师德包庇纵容学生，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校的声誉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李公平开除处分，并通报全市教育系统，永不录用。话音刚落，全场哗然，同学们震惊，没想到学校的处理结果如此大快人心。辅导员瘫软在地，不是，校长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孙明仁误导了，他试图爬起来，却被2名保安架住，狼狈地拖出了会场。台下学生们欢呼雀跃，激动地大喊校长666。我回头，视线落在孙明仁身上，他望着台上，目光呆滞得像个木乃伊。校长的声音掷地有声，回荡在整个会场。还有孙明仁，经查实，他多次造谣生事，扰乱学校秩序，性质恶劣。经校领导商议决定，开除孙明仁学籍，永不录取。孙明仁浑身颤抖，嘴唇哆哆嗦嗦，最后弓着腰，把头埋在双膝，再也没起来过。我松了口气。身旁的康潮和肖浩文搭上我的肩膀，竖起拇指，做得漂亮，少博，牛啊，我的哥！我也竖起拇指，笑了。校长，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他一句话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，同学们鼓掌叫好，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。晚上系里聚会，少博，来，干了这杯，祝贺你沉冤得雪，少博牛逼，以后谁再敢造谣，看我不撕烂他的嘴。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热闹非凡。我被灌了不少酒，看着康潮手舞足蹈的嚷嚷，孙子终于滚蛋了，以后再也不用看到那操蛋玩意儿，太痛快了。肖浩文和我碰杯，我俩相视一笑。他举杯，来，不说他了，扫兴，我们继续喝。觥筹交错间，时间过得飞快。我们回到寝室，推开门，一股怪味扑鼻而来。肖浩文捂着鼻子嫌弃，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难闻。寝室里一片狼藉，孙明仁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只剩下空荡荡的床铺和满地的垃圾。康潮气愤地踢开地上的空饮料瓶，这小子走就走吧，还留下一堆垃圾，真是没素质。我进厕所洗手，猛地发现原本摆放整齐的日用品少了一大半，洗发水、洗衣粉、厕纸全都不翼而飞。肖浩文，我拼图怎么没了？我的泡面呢？康潮也叫了起来，还有我的薯片、辣条全都被这孙子偷走了。这孙明仁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我的剑手青，我妈特意从云南给我寄过来的剑手青也不见了。康潮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脸色煞白。我和肖浩文顿时懵逼了，我错愕，怎么咱妈还给你寄这玩意儿？哎，我女朋友不是没见过吗？我专门让她开眼的，真有她的，连她对象思维都这么奇特，两人真配。等下，孙明仁顺走了剑手青，不会把自己玩死吧？肖浩文、康潮摆手，没事，只要炒熟就行了。再说这不是还有医院呢，有问题他还能不去医院？他是云南的，他这么说那就肯定没问题。隔天一早，新闻推送本市有个男性青年，昨晚10点半死在距离第一医院门口50米处，照片上越看越像孙明仁。我叫醒他们，3人齐刷刷地凑到手机面前。据悉，死者是前某大学学生，独自在出租屋使用了未熟的剑手青。死者距离医院的车程只需10分钟，而他却死在距离前方医院50米左右处，令人疑惑。这一事件被列为年度奇葩新闻，网友纷纷对此议论不止。明明距离不远，为何不打车去？是不是有什么惊人内幕？我和室友面面相觑，不打车去，因为打车费他觉得浪费，毕竟抠门的人多花1分钱就像被削肉似的。孙明仁临走还偷窃我们的东西，没想到最终害死了自己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咎由自取。全文完。